随着全球电动机车市场的快速发展，越来越多传统机车品牌进入这个新领域。举世闻名的哈雷机车旗下子公司 Livewire 就是传统重机转往电动机车最好的范例。在今年米兰车展上 ，Livewire 跟光阳 KYMCO 宣告深度合作，让两家公司都补足彼此最需要的一块。光阳补足了电动重机的缺口，而 Livewire 当然就是电动速可达。而且都宣告即将在2026年上半年上市。这一集就来聊聊这次合作的背后意义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Kissplay。台湾对电动机车应该一点都不陌生吧？随着 Gogoro、PBGN 联盟还有光阳 IONIQ 的发展，到处都可以看到好骑又方便的电动机车。但以娱乐还有更舒适通勤的重型电动机车，对台湾消费者来说就相对陌生了。不过在美国，传统重机品牌哈雷在2019年时，他们就推出旗下第一款电动重机 Livewire， 并且在2021年成为独立的公司，也在2022年成为首家进入美国股市的电动机车公司。如果大家对 Livewire 还和完前几年的历史故事之后，我们把目光转回到这次的米兰车展。Livewire 在展期期间宣告跟台湾机车大厂光阳加深合作，除了共同开发 Livewire 全新速可达以外，也会协助光阳把 Revo Next 从概念推往实现。为什么 Livewire 会跟光阳有深度合作呢？如果有关注电动机车发展的朋友，应该都知道，光阳在2021年时以1亿美元入股 Livewire， 虽然只有4%的持股，但光阳却是 Livewire 唯一一家机车领域相关的投资者。这个策略合作背后当然有重要的目标，也就是 Livewire 招股说明书中提到，预估在2026年达到10万台，并预计有着15亿美元销售额的目标。而这次宣告的深度合作，就是要达成这个目标的重要策略。Livewire 这次宣告即将推出的车款命名为 The Pulse， 是一款大型的电动速可达，也就是台湾所谓的大洋。这个命名大家应该都不陌生，台湾电动机车大厂 Gogoro 的旗舰车款同样也以 Pulse 为命名。看来电动机车领域对于脉冲的意向似乎有志一同。这款车采用与 Livewire S2 Demar 相同的动力系统，也就是 S2 的动力系统。虽然 The Pulse 并没有公布确切的规格，但我想跟 S2 Demar 应该差不了太远。性能部分最高提供84匹马力，0到96.5公里只需要3秒，市区骑乘的续航力可以到达180公里，这对于电动机车来讲是非常优异的表现。那光阳在里面到底扮演什么角色呢？毕竟 Livewire 并没有制作速可达的经验，那这一部分呢，光阳一直都是致力在速可达部分嘛，所以这部分就应该要靠光阳来做协助哦。而且光阳在欧洲、亚洲都有非常优异的市场通路，对于行销推广上自然也能够提供美国车厂非常大的帮助。那为什么说 The Pulse 这款车对于 Livewire 有重要意义？表面上呢，这是首款 Livewire 的速可达车款，但实际上将会成为 Livewire 切入欧洲市场的关键。如果大家有到欧洲旅行，尤其是法国意大利这些南翼的地区随处都可以看到速可达，而且速可达占欧洲机车总销量是超过50%的比例可见速可达在欧洲是非常流行的。而光阳在欧洲市场其实是蛮努力的目前是速可达领域的第3名，而且还是欧洲速可达进口品牌第1名，所以在通路跟知名度上都算相当的高。如果要打开欧洲市场的话，光阳我想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关键。而 The Pulse 预告在2026年上半年推出，自然就是看准销售的成绩，并达成了2026年达到10万台销售的目标对光阳来说，双方的深度合作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呢？其实光阳在2019年它就有展示过 Revo Next 概念车，这台也是电动重机不过到现在已经5年多了它坚持让电动重机有排档的体验，事实上并不是那么容易，所以到现在依然迟迟没有推出量产的版本。但今年总算有看到明确的时间表了。光阳预告在2026年的上半年推出 Revo Next 这款电动重机，而这次展出的外形几乎就是已经确定的样貌
能够有这么大的进展，当然是归功跟 LiveWire 的深度合作。光阳在 RavenX 上将采用 LiveWire S2 的动力系统，并基于 S2 Aero 的平台进行开发跟改良，再加入换挡系统还有声浪，也就是说，概念车已经不再是概念了。不过要在2026年上半年上市，基本上在2025年就要进行最后的测试调整了。所以光阳到底来不来得及呢？我们就拭目以待哦。整体来说，我依然看好 LiveWire 跟光阳的合作。而2026年，这个可以算是这档合作的首次开花结果的时间。至于是不是如时间表准时推出呢？就让我们再等等吧。以上就是关于光阳跟 LiveWire 深度合作背后意义的闲聊。感谢大家收看这期节目，希望大家也会喜欢这次的内容。如果有任何建议或问题，也可以留言让我知道。我是 Kissplay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